抱歉啊，各位，这次我做了一回标题党。今天要分享的这款 NAS 呢，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中日合资成品 NAS， 而是一台用零件自行缝合起来的 NAS。容我向大家一一道来。前两天在小黄鱼看到一款4盘位的 NAS， 我感兴趣的自然是这个机箱。卖家说它是一款来自日本的机箱，我看了看整体的价格也不错，300块钱啊，有8G 内存，华擎 G3455 ITX 主板。此外，卖家还赠了一个 3.0 速率的闪迪酷豆 U 盘啊，16G 的容量。就这，我还去折腾什么暴风影音2.7？接下来直接来看看这款由 G3455 主板和日本 NAS 机箱组合起来的中日合资低价 DIY NAS。机箱的3维参数呢，如图所示，总体积大概是11升左右。机箱的前部是一个开合的小门，上面是带锁孔的，当然现在这把钥匙已经没有了。这个小门上夹层设计，增加了一块海绵啊，主要是用来阻挡一部分灰尘被吸入。打开小门之后，可以看到硬盘仓部分，硬盘横向放置，硬盘仓的旁边是一列指示灯。当然，现在搭配的不是原装的主板，那这些灯自然也不会亮了。取出硬盘托架之前，需要先松开每个硬盘托架左侧的螺丝，托架是靠这些螺丝固定在上面的。硬盘托架就有些简约了，它并不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簸箕式的托架。那可以看到，如果想固定硬盘，必须使用4颗螺丝。当然，这个简约的托架呢，做工也挺好的，不锈钢的材质，很光滑。左下角部分是电源键，右下角则是硬盘、LAN 口、电源状态的指示灯。其实前面板还有一个功能区，不说的话很难被发现。这里呢，我先卖个关子，后面我再来揭晓。来到机器尾部，一个9厘米的机箱风扇。那由于不是原厂主板，所以挡板不能很好的贴合。那简单过一遍尾部的主要接口，那这里呢，当然是这块 G3455 的主板接口了。那有千兆网口 USB 3.0 和 USB 2.0 接口各2个，还有 HDMI、VGA 和 DVI 接口。这个机箱值得好评的一点是支持一个半高的 PCIe 插槽，那主板支持 PCIe 拓展的话，那可以增加一定的拓展性和可玩性。拧下螺丝，取下这块大贝壳。来到机器内部，那俯瞰到的是硬盘仓，这个是连接硬盘的背板。先来看这块电源，一块 EU 的小电源，功率250瓦。G3455 芯片加上4块机械硬盘，那电源功率是绰绰有余的。那即使是换成一套桌面版 TTP 35瓦或者是65瓦的主板 CPU 组合，那这个电源也是够用的。电源的品牌是 Tiger Power。那这个品牌我也是初次了解，这块电源在工作的时候噪音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那相反，那个9厘米的机箱风扇噪音相对更大一些。那关于华擎这块 G3455 ITX 主板呢，除了暴风影音2.7这种成品的机器以外，那它单独在售的数量也不少，那价格普遍在180到220不等。我们直接看一下华擎官网对于这款主板的参数介绍。那 CPU 采用了被动散热，2个 DDR3 笔记本规格的内存槽，4个 SATA 接口和1个 M2 网卡接口。那此外呢，还有一个乘一的 PCIe 2.0 插槽，最高速率是 5G。放在 NAS 的使用场景上呢，拓展出1到2个 2.5G 网口还是不错的。看完这款机箱和主板的参数后，我这里要插播一段我溯源这款机箱的介绍，那包括延展到了上海兆新。如果不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跳到下一节。这款机箱是拆自日本的一款成品 NAS， 这也引起了我对它原本的产品形态的好奇。这款 NAS 是日本的 Alicom 公司出产的产品。与日本其他的电子公司巨头相比， Alicom 公司在日本是一家比较年轻的公司了。那它成立的年份呢是1986年。它涉及到的产品线比较杂，像路由器、存储设备、办公设备、电脑外设等等。那这款 NAS 呢，包含是4块 1T 的机械硬盘，在当年的售价呢是27万日元，那折合成人民币呢大概要13000、14000。那我看到官网提供的产品图片啊，才知道前面板下方还有一块小的显示屏，那肯定是要搭配原厂的主板来显示系统状态或者是硬件状态。
那这也是我在前面提到的这个很难被发现的功能区。还有就是原厂的机箱尾部是有一块挡板的，那加上之后严丝合缝。我们来看一看这块原厂主板的一些主要参数。那它采用的是威盛的芯片，上面标的是 Nano 1.6G， 一款双核的 CPU， 千兆的双网口，再就是一些常见的 I/O 接口。那对于威盛设计的这个 CPU 来说，我并没有查到准确的信息。那根据这款 NAS 出厂时搭载的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2，那可以大概推测出这款 NAS 可能是在2013年、2014年上市。在 Passmark 上，我输入 Nano 这个关键词，找到了一些型号。但 1.6G 赫兹的型号呢，核心数量又对不上，所以我最终还是武断的以威盛这颗2013年上市的 CPU 为参考吧。U4025 2核2线程，那我给它找了一个参考对象，是我在2011年买的一款笔记本电脑 ，CPU 是 i5-2410M。那可以看到威盛的这颗 CPU， 那绝对性能是已经非常弱了。那再说一嘴威盛电子，我对威盛这个品牌其实不太熟悉。那这次经过了解，威盛电子也是一家比较老牌的芯片厂商，现在的业务呢主要是面向企业端。另外，我再说一个名词，上海兆芯。那作为中国国产 X86 架构的芯片厂商，上海兆芯与威盛的关系那可是相当紧密了。上海兆芯由上海市政府和威盛电子共同成立。上海兆芯呢是获得了威盛电子的技术支持和 X86 处理器的设计能力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成品 NAS 市场都知道 ，X86 架构的产品中呢，以英特尔的芯片为主，那搭载 AMD 芯片的产品也有一些。那其实呢，也有采用兆芯方案的成品 NAS。那像微联通，在一些视频平台上，那也有别的博主分享过。终于又绕回到了 NAS 的话题上，那就继续回到今天的这台机器上。我还是先测了测在 Windows 10系统下的表现，以下的参数仅供参考。刚好卖家赠送的 U 盘就是做好引导的 7.2 系统。由于只是测试，我用2块硬盘组成了 RAID 0阵列。设置完成以后，第一个先来看看 G3455 安装 Jellyfin 核显转码的表现。对于一般的 1080p 视频资源， G3455 的核显 HD 500肯定是没有太大的压力。如果再用码率再高一点的 4K 片源测试，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甚至呢，我把这2部片子同时播放，同时转码，那依然可以做到流畅播放。接着测试局域网 SMB 共享大文件的拷入拷出速度。那跑满1000兆 CPU 的占用大概在 10% 左右。那测试中，我给这台机器装了一块 PCIe 的螃蟹网卡，那2个网口同时接入交换机，然后开启 SMB 多通道，速度来到了200多 MB， 跑满了2块1000兆网卡的带宽。黑群晖系统下2块7200转的机器硬盘，那待机是在23瓦。当1000兆满速拷入文件时，功耗会来到25瓦，拷入的速度达到200 MB， 那功率这时候来到了29瓦。至于机箱内部的散热，因为是常见的前进风后排热，那只要后风扇正常工作，那就可以保证正常通风，所以不太过于担心硬盘的散热。以上就是这台缝合 NAS 的主要内容了。机箱来自日本的一款成品 NAS， 除了硬盘托架有点不方便以外，其他的做工还是能让人放心的。G3455虽然性能看起来弱了点儿，但是如果只是一般文件的分享、资源下载、备份照片、跑轻量的 Docker 服务，我觉得完全够用了。那除非呢你是热衷于 All-in-One， 或者是喜欢把复杂繁重的计算任务也放在 NAS 上。所以这类视频的最后，我一般都会提一句，选择硬件还是要基于自己的主要需求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自己的需求不太明确，那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讨论，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想法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